重生的心动 Crush 80 Reboot， 想不到在 Crush 80 R1 版本发售了3个月后，就立马推出了这个重启版。而会推出的原因不为别的，就是 R1 的品质大摩不够。官方提及了阳极品控、轴体一致性、大件声音松散等等的问题。以 Crush 80的定位是量产成品键盘来说，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出现在任何 MP 阶段的产品上的，所以有必要修正并推出改进后的版本来及时救火。不过 YC 我是没有摸过 R1 版本的所以我们这次就跳过版本的比较，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全新的产品来向大家介绍它。那么究竟这把键盘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卖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的吗？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把让我体验过程全程心动动的客制化量产键盘 Crush 80 Reboot。首先来看看 Crush 80 Reboot 的开箱过程吧。相较于 Reny 75，这次 Crush 80 Reboot 的配件就给的挺丰富的，键盘包、防尘布、各种说明书、各种备用螺丝、各种矽胶垫、保健保轴器、A to C 的 USB 变支线、XP 底面，还有3颗备用的轴。由于这次买的是旗舰款，里面还多送了一片开槽钢位铝锭。接下来是键盘本体，我买的款式是 RGB 旗舰款的青霁蓝，外壳工艺是220mm的阳极出力，打字角度为7度，前高19mm。上盖的固定方式是近期流行的碰珠快拆结构，底部有底壳和电池仓2种型材组合而成，搭配的配重块为银色 PVD10喜纹。然后背面中间是一个磁吸的 WB logo 名牌，那底下的空间可以收纳 2.4G 的接收器。再来是内胆的部分，键帽共有热升华和2色成型的 PBT 可选。旗舰款的轴体一律都是凯华代工的雪顶可可轴，碰的上盖轴心45克触发 21mm 的单段弹簧。标配的定位板是钢位开槽 FR4，PCB 为 1.2mm 单键开槽设计，支援 P 位分裂空格，旗帜 Enter 也支援了 VIA 改键。那全件都有幻彩 RGB 灯，不管是正面的心跳图案，或是左右两侧的氛围灯，都能够自定调整。那 PCB 采用磁吸碰针的方式来和子板连接，那 PCB 也支援了有线、蓝牙和 2.4G 3种连接方式，而电池的容量是7500毫安时，而结构的部分就只有一种 PCB Gas。那声音包的部分有夹心棉、轴下垫、PET 声优垫、底座棉和底棉。以上就是 Crush 80的规格介绍，接下来是打字音的环节，让我们来听看看它的声音表现吧。而且我觉得 Crush 80 Reboot 的声音表现其实还挺不错的。大件虽然是爆浆长润，但调教的可以，按起来没有明显的杂音。而预设全棉组合听起来还是老样子的厚实 creamy 感。FR4 和铝锭两者的声音表现接近，不过铝锭的脆度更高一点。而无冕的打字音因为开槽的关系，整体表现就没那么集中，听起来是偏碎的。想要更脆的表现，可以选择铝锭。轴体打感的部分，雪顶可可轴的轴心稳定度尚可，下压和回弹的手感都蛮一致的。那套件打感的部分，全棉组合因为内部的空间都被棉给塞满了，导致内胆的下沉幅度并不深，整体呈现偏硬的打感。而反之无棉的打感就非常的软弹啊，没有了棉类的填充，再加上 PCB 和定位板都开槽的情况下，让内胆下沉的深度可以最大化。其中无棉 FR4 的手感是我觉得所有组合中表现最好的。谈完了打字音和手感，接着来聊聊一些使用上的体验吧。那么第一点就是外壳。
众所皆知，深色系的阳极多半会容易手汗或是指纹残留，而这款清季蓝果然也不例外啊。那残留程度是肉眼可见的明显，所以在意这点的人可以往电泳或是阳极银的方向挑选，或者包个膜吧。而第二点是快拆，那 Crush 80 Reboot 在出厂的时候已经把碰珠的松紧度调得蛮紧的，再加上上盖的边框较细，导致手指能施力的面积小，所以在拔上盖的时候是没那么好拆的啊。后来 YC 我把所有的碰珠螺丝都转松2到3圈之后，快拆的体验就好很多。不过大家也要注意，不要把碰珠螺丝转得太松啊，不然就会变得像这样。那第三点是漏轴。虽然 Crush 80 Reboot 在侧面平视的时候是没有漏轴的现象，但把角度回归到我们正常打字的视角的话，是看得到轴的。尤其下灯为 RGB 透光，又让漏轴变得更加明显，这一点就算是设计上的小瑕疵吧。那在意的人可以换个深色的轴，或是直接买无光版哦。毕竟漏轴最快的解法就是眼不见为凭。那第四点是续航。那我这几天使用情况是 RGB 灯全开，一天使用约6小时。那3天下来耗电量从 90% 降至 60%。以我的使用情况来说，充满电的续航大概可以用10天左右。那以上的续航表现就供大家参考。那再来第5点是键帽。因为当时2色成型的套组已经卖完了，然后再加上我也懒得等，就直接订了热升华的版本。直到开箱后，我才发现键帽的印刷是印在正中央啊。那 YC 我个人是印在左上角派的，所以看了就有一些疙瘩。不过这组键帽我就觉得怎么越看越不顺眼啊。然后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也不是印在正中央啊。大部分字母是稍微偏右，而最扯的是这个 M 字。那所以大家如果键盘是买来自用，还是建议多买一组键帽来换，不然就像 YC 我一样练好盲打就能够解决外观上90%的问题。最后是价格 ，Crush 80 Reboot 从无光标准版到 RGB 旗舰款的价格区间是599到719人民币，换算台币大概2700到3200。那这个价位我觉得是妥妥的 CP 王者啊，性价比甚至比 Redmi 75还要高。虽说结构玩法上比较单一，但作为目标客群是出入客制化键圈的一把键盘，我觉得其实也还行啊。毕竟钱都花在刀口上了，而且它也不像其他客制化键盘是期货性质，在它的官方天猫店只要有货就能够直接下单，所以它不止好买，还能够到手即用。你说它香不香？最后做一个总结 ，Crush 80 Reboot 是一把非常适合推新人入坑的客制化量产键盘，注意是 Reboot 版本。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便宜又大碗，3200台币你能够买到220mm的阳极外壳，跟得上时代的碰珠快拆，闪下狗眼的全键 RGB 跟超级方便的磁吸 PCB。我觉得它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和 Redmi 75一样，只有一种固定的结构。那希望 WB 工作室的下一款作品是一把能够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变化的好键盘吧。那么以上就是 Crush 80 Reboot 的简易评测，希望大家都有认识到这把近期的 CP 王者。那下一部影片也会为大家介绍一位不简单的狠角色。那想知道是谁吗？记得看到最后啊。那么以上就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YC， 我们下次见，吧。